你好，我是你的英文课老师 Jason。本课时介绍一个定时任务系统 jcrunTable。那么它呢是用 Python 3研发，并用到了 Django cruntable 和 xadmin 的模块。那我们知道，在 Linux 的操作系统下 ，cruntable 呢是一个周期性的任务服务，它可以根据规则来设定系统性的周期任务。那在使用 cruntable 时，想必你会遇到一个痛点，就是 cruntable 需要通过命令的方式去进行管理，比较繁琐，并且呢没有界面化，通常来做单机上的定时任务。而 jcrunTable 是一个 Python 3.6 和 Django 1.8这个版本呢开发实现的一套前后台界面化的定时任务管理系统。你可以打通企业微信的服务接口来发送消息。这个工程一共分为3个子系统。第一个子系统为前端任务子系统，它主要记录单个任务的执行情况，如执行的时间、执行的任务结果等等。它同时也可以控制单个任务的一些属性，比如说对单个任务进行启动、停止或者修改任务的执行周期。那第二个组成的部分呢，就是后台管理系统。后台管理系统主要是基于 xadmin 框架而搭建的，它主要是用于编辑、添加或者删除每一个任务。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脚本录入系统，它是基于 Python 所开发的一个脚本，主要呢是为了方便运维人员在控制台能够快速的通过脚本的方式呢来录入任务。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这套系统。那到我的控制台，接下来呢到代码目录下启动我的工程，并且让它监听的是 HTTP 的8000端口。同时呢，我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的 URL 地址栏里面敲入 IP 后面加端口，访问路径呢为 xadmin， 这样的话就进入到一个登录的窗口页面。那我这里输入我的用户名及密码，然后登录。这个时候就看到整个 jcrunTable 后台的一个样子。那么我们点击任务表，这里呢会看到已经有一个任务在里面。那如果要新建任务的话，大家可以在这里点击新建。这里我在原有的这个任务的基础上来做编辑，会看到在这个任务里面，我设置了它的启动时间、这个任务的截止时间、它的工作周期。如果是说我需要改变周期的话，我可以建一个催单工作周期。同时呢，有工作责任人、工作内容。同时会看到我这里有填一个企业微信的通知 URL， 这个呢会做通知的接口调用，就是执行完这个任务会去调用这个 URL 去发送一个消息。好，并且呢这里会看到一个当前的状态，还有是否是开启催单。另外呢，在任务和命令这里会看到这是一个执行的命令，那我这里执行的是一个 echo 的命令，并且在终端呢把这个内容呢输出。好了，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个工作的模式，这里呢一共有3种模式。如果只想让它发送信息，那么就可以只选信息模式。那如果是信息同时要执行命令，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信息和命令的模式。那我这里选择的是信息和命令的模式，这样的话就完成定时任务的创建。接下来的话，我就可以在我的前台来给大家看一下。前台是这样子的，我们访问同样的是 IP 地址加端口，后面呢加 task ID。task ID 的是一个数值内容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 ID 是1，所以我在 URL 地址栏里面直接写的是 task ID 1，然后我们回车。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前台的一个界面，这里会看到每一次执行的时间、截止时间，这里会看到任务之前执行过的一些历史记录，同时呢会在控制台可以做相应的一些管理。这里呢我点恢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当前的状态就会变更为运行。好，那这个就是前台的一个状态。好，那与此同时的话，我们看到当前的一个任务执行周期是每2分钟来执行一次，那我们可以等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周期来看一下它这个任务是不是有执行。那我们刚讲到了，这里我的任务是添加的一个信息加命令行的模式，那么它的信息呢是会发送给我的企业微信这个接口。那企业微信这个接口地址是怎么来创建的呢？这个就是我在企业微信的工具里面创建了一个群，同时在这个群里面呢添加了一个聊天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一个 webhook 的地址，我把这个地址作为 URL 请求调用的地址来给这个群呢发送消息。好，那这个就是对应的地址。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我所发送的消息内容，这是一个通知需求时间，并且呢会看到执行的命令是什么，可以通过控制台呢把这个任务来关闭。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链接，也可以呢
在控制台呢直接进入到管理后台来管理。另外一块呢就是执行命令的结果，我们会看到这是执行命令的结果，会以信息的方式输出到群的交集里面，同时呢配一个可爱的一个图片。那这个呢就是说明我的周期性任务已经正在执行了，并且呢发送了消息过来，并且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有看到它的一个执行命令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学习本课时你所需要具备的一些基础知识。通过演示我们看到了 jQuery Table 是具备前后端的一套完整系统，所以有一定的代码开发工作。如果你要详细的了解整套工程，那么你需要具备 Django 和 Python 几部分前端的开发能力。如果你只想对 jQuery Table 的开发模式、开发思路进行了解，那么你只需要熟悉 Linux 的 cron table， 同时具备一些 Python 和 Django 的开发基础，就可以继续学习了。接下来我给你介绍 jQuery Table 这个工程如何来部署、安装及启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安装基础环境。课时开始讲到的技术栈有几个关键点。首先呢，我们需要安装 Python 3.6， 同时需要通过 Python 6安装它相关的模块。我们知道 Django 呢是 Python 的一个开发框架，而 Django cron table 呢是 Django 的一个开发模块，所以在工程里面我们需要通过 requirements.txt 这个说明文件去按照要求安装它所有需要的 Python 模块。另外就是需要安装基础服务，这里用到的一个基础服务就是 MySQL， 所以你需要安装 MySQL 5.7 的版本。具体的安装方式请看一下下面这篇文章，你可以通过课时最后的 URL 地址查看并且下载 jQuery Table 的源代码。详细的安装步骤我就不具体介绍了，大体来说一下几个核心的步骤。在安装完数据库以后，首先我们需要新建 MySQL 的用户和数据库名等内容。建立好数据库以后，需要修改 Django 的 settings 文件来配置它的数据库连接信息。这里需要将建立的数据库名、用户名、密码等连接信息在 settings 文件中做修改。其次，我们需要初始化数据库，初始化数据库也要遵循 Django 框架所进行的方式来进行模型的初始化。那初始化模型以后呢，接下来就是需要创建 xadmin 后台的用户密码。你可以在我给到的这篇文章链接中，按照 Django admin 的这个方式去创建一个 super 用户。以上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安装思路。接下来我来介绍你一下工程如何启动。对于 Django 的这个启动方式，我们知道是通过 Python 那 manage 方式呢来启动的。这里会添加它的监听的地址和端口，尤其在使用调试模式的时候，那这里的话直接监听的是本地的 0.0.0.0 的地址，并且呢是8000这个端口。如果你没有企业微信的环境，可以使用我提供的一个专门建立的测试环境。首先呢，大家是下载一个企业微信的 APP， 然后呢大家扫码入到这个测试的群里面，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直接来测试。代码下载下来以后，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整个代码的目录结构。这里呢推荐大家使用 pycharm 这个工具呢打开工程，如节读所示，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目录的结构。那目录结构从上往下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是 extra 这个 APP， 这个目录下主要是存放的第三方的模块，我们在工程后台使用到的这个 xadmin， 所以需要把 xadmin 模块呢也集成到这个工程中。jQuery 目录下是 Django 的一些相关配置文件，如 settings 配文件等，都是遵循呢 Django 框架的模式呢来进行存放的。jQuery Table 里面呢是 Django 的相关应用，这也是遵循的 Django 的框架目录结构。Logs 里面主要是存放的日志目录，这里先建了一个单独的目录用于存放日志，那会把相关的日志呢输出到这个目录之下。Statistical 主要是用来存放相关的静态文件，如前台页面里面的图片、CSS、JS 都会存放到 Statistical 目录下。Templates 主要是存放的 Django 的模板文件，一些 HTML 的模板就是在 Templates 这个目录下。Manage.py 是框架的管理文件，我们在安装过程中需要用 Manage.py 去新建 super 用户，在模型做初始化的时候也需要用到它。那启用的时候呢，也是通过 Manage.py run server 的方式呢去启动工程的。Requirement.txt 这是一个列表的模块记录文件，我们把整个工程所依赖的模块会以列表的方式呢记录到 requirements.txt 中。你安装的时候呢，就需要从 requirements.txt 去进行提取这个模块，所以它是 jQuery Table 工程里面所需要用到的安装模块的一个介绍说明。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整个代码的框架结构。
这个工程用到的是 Django 的框架。我们知道 Django 是一个基于 MVC 或者是 MVT 的一个模式的框架。M 是指的模型 ，V 是视图 ，T 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目录结构里面的 templates 的相关目录。那它下面就是存放的相关的 HTML 模板。在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MVT 大概的一个框架模式。当用户请求过来时，会通过3个层次，分别是 URL 和 Views， 还有后端的 Modular。URL 主要是用于做 URL 地址的路由。Views 呢，主要是为前端的请求接口来实现具体的视图逻辑。Views 后面还会包含一层，这里呢是我们的核心方法或者类，可以通过 Views 来直接调用。MVT 里面的 M 就是 Models，Models 主要是数据库的模型。我们会看到 Views 和核心层的方法层都会调用这个数据库模型，因为数据都需要从数据模型中获取和写入。需要注意中间这一层，我加入了一个 xadmin， 图中用户请求的路径，如果是 xadmin URL 地址的话，就会交给 xadmin 框架模块。整体上，用户请求不同的 URL 地址，首先呢会交给 URL 来做路径的路由，然后呢交给不同的视图呢进行对应的逻辑处理，最后呢会调用对应的实行方法和数据库模型。这个呢就是整个工程的一个框架结构。刚说到了 Django 的 Models， 我们知道 Models 主要是用于定义数据库的相关模型。那么数据库的模型是怎么来定义的呢？这里给你介绍一下。首先，整个工程是有2张表，一张呢是 demo 的 order 表，一张呢是 demo 的 log 表。那 demo 的 order 表呢，主要是用于记录一个任务的相关属性，如启动时间、截止时间、工作周期、催单周期、工作责任人，还有调用的企业微信的 URL、任务状态、是否开启催单、任务命令、工作类型等等。这个呢就是围绕一个任务来设计的表。另外还有一张外键表会关联到，还有一张外键表 demo 的 order 这个表。这张外键表呢，主要是记录每一个任务它执行的结果，还有执行的这个任务时间。这里呢，单独用一张表来存放这些数据。以上呢，就是 Django Models 里面的一个模型设计。刚刚介绍的是整体这个工程它主要的代码开发框架的一些内容。接下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的2个特色知识点。虽然我们看到整个定时任务调用了操作系统的 CronTable 服务，但是框架程序内部又是如何来调用这个服务的呢？这里就用到了 Django CronTable 这个模块。那 Django CronTable 是 Django 框架中的一个定时任务模块。我们可以在 Python 里呢，通过 pipe 的方式呢去安装 Django CronTable。安装完成后，需要在 Django 的 settings 文件里面去加载 Django CronTable 这个应用。这里呢，在 install app 来把 Django CronTable 呢加载进去。接下来就可以具体的配置标准的 CronTable 执行方式。先在 C 里面来设置这个定时任务。这个定时任务呢，用 CronTable 这个变量复制了一个列表数据。列表里面呢是一个元组，那每个元组就是一个定时任务的内容。如这里我定义了每5分钟需要周期性的执行某一个函数，这个呢就是一个写死的定时任务。一个标准的 CronTable 任务配置好后，是按照如下的方式去管理的。通过 manage.py 管理文件来进行任务的加载和删除展示。通过 Python 执行 Django py 及对应的选项，其中 CronTable add 表示添加 settings 里面刚刚我们添加的这个定时任务。那 show 呢表示展示当前 CronTable 里面有哪一些定时任务。那 remove 呢就是表示删除刚刚 settings 里面的所有定义的这些定时任务。按照标准模式来实行的话，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任务按照这种固定的方式去配置在 settings 里面。但是由于我们的工程需要做到前后台的联动，并且呢动态的加载，改变任务的周期，这个时候以标准的方式去做，那就需要重新去做一些改动。这里给你看一下我的一个做法，我把 settings 里面的 CronTable 这个全局变量改写成了一个调用 to do 这个方法。to do 这个方法呢，会每次加载的时候执行一次，把模型中的任务属性按照 CronTable 这个模块的要求生成一个任务列表的数据，然后复制给 CronTable 这个变量。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数据和数据库的一个交互，而不用把每一个命令以固定的方式呢写在 settings 里面。第2个特色呢，就是使用了前台和后台做到了一个动态的交互。在演示过程中，我们点击前台的催单或者恢复的按钮时，每一次的点击按钮都需要重新加载一次定型任务，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个辅助的工具来实现。那这里呢，我会在 CronTable 里面呢再调用一个 shell 脚本，这个 shell 脚本呢会把之前的 CronTable 模块里面已经有的这个任务进行先 remove，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加载，把改动的任务加载进来。
有了这个脚本，就可以通过前端的按钮来调用脚本，相当于直接 reload 所有的任务。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工程里面我用到了 Xadmin 的模块。如果你了解 Django 就知道 Admin 的模块呢是 Django 里面默认的后台管理的一个插件。Xadmin 是在 Admin 的基础上开发的一个第三方后台管理模块，它的功能呢比 Admin 要更强大。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版本的问题和它相关的插件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如果你对 Django 或者 Admin 的这个模块还不是非常熟悉，那建议大家遵循我这里用到的版本和安装方式进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模拟整个工程的使用。那本专栏里面所有的案例配置及源代码，大家可以在课后通过这个地址呢来进行下载。好了，本课时的内容就全部讲完了。下一个课时我会给大家介绍 Shell 来如何进行系统的初始化。那大家下一个课时见，谢谢大家。